卫星照显示075舰甲板有大改变，为何证明快要服役了？美国智库又如何评价075舰？近日，美国知名战略智库 CSIS 公布了关于我国首艘075型2栖攻击舰的卫星照片。目前075首舰正在南海海域参加军演，从10月初离开沪东船厂进入南海海事，至今未回沪东。卫星图显示，075舰首舰目前驻扎在三亚榆林海军基地，并且至少有5艘船已经与075舰组成编队，而其中一张075舰停靠三亚港口的照片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并且通过这张图文，我们可以确定075首舰已经临近服役了。从075首舰停靠三亚港口的卫星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075舰甲板有大改变，上面已经画好了直升机起降点，一共有7个。光从这方面来看，075型2栖攻击舰的起降直升机能力并不亚于美国的2栖攻击舰。像美军的美国级以及黄蜂级2栖攻击舰，很多只有6个起降点，075舰还占优势。据获悉，075舰能容纳30多架各类舰载直升机，包括直8、直9、直18、直20等。既然甲板线都画好了，这说明075的海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只差放上舰载直升机，这也正是服役的前兆。075型2栖攻击舰对我们的意义不言而喻。不过既然是美国智库的报道，那么美智库对075舰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分析呢？这也值得我们一看。根据 CSIS 的报告，075型2栖攻击舰的长度在237米，排水量在35000至4万吨，比美国海军的黄蜂级和美国级要小一些，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2栖攻击舰之一，并且075型具备起飞大型舰载直升机的能力，而中国方面也在开发这样的直升机。而且075舰甲板也可以用作短距起飞和垂直起降飞机的升降平台。除了甲板的功能，075舰腹部可容纳7点登陆船以及2栖战车，并且还可以容纳大约900名士兵。美国智库认为，075舰将被用来对近海投射力量，提升中国军队在近海的运输、登陆以及地面支援能力，并且除了加强中国海军2栖作战能力以外，075舰还可以搭载多种型号的直升机，执行反潜、反海盗以及人道主义救灾工作。目前除了075首舰，在沪东船厂还有2艘075型2栖攻击舰正在建造中，其中2号舰已经完成发动机测试，而3号舰的舰岛已经建好，正安装在甲板上。美智库推测，到2025年之前，这3艘075型2栖攻击舰将全部形成战斗力。轰20或成为美军倾城的新一代关岛杀手，台媒为何说轰20将赋予中国真正的洲际打击能力？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近日，一则关于我国轰20隐身轰炸机的新闻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据中时新闻网报道，随着中国解放军的轰20隐身轰炸机的打击范围逐渐扩大，它将赋予中国真正的洲际打击能力。由此可见，轰20隐身轰炸机对于我军来说确实非常重要。拥有了它以后，我军的实力以及威慑力将会大大增强。然而，正是因为它对于我军非常重要，因此美国也格外关注轰20隐身轰炸机的各种消息，并分析它的出现对于美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日前有消息称，美国五角大楼方面认为，轰20隐身轰炸机一旦成功入役后，它将可以打击美国的海外领土，比如说关岛的美军基地以及夏威夷。也就是说，五角大楼的言外之意就是轰20隐身轰炸机将能够成为新一代的关岛杀手。不仅如此，按照台媒的报道，轰20隐身轰炸机的打击范围能够达到12000公里，按照这个里程来计算，它完全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的范围内。此前有消息称，轰20隐身轰炸机的载弹量高达20吨以上，其中可以包括核武器，并且它很可能还可以携带高超音速导弹。由此可见，轰20隐身轰炸机的战斗力十分强大，它的到来可以说是所到之处寸草不生。那么，轰20隐身轰炸机除了火力强大以外，它还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呢？为此，我国著名军事专家张召忠曾说过，隐形是轰20隐身轰炸机的核心能力。说到这里，我们不仅会发问，为什么要注重这种战略轰炸机的隐身能力呢？据分析，因为轰炸机的载弹量大，其自身重量也非常大，所以它的机动能力肯定不如战斗机那样强大。如果遇到敌方发射的导弹，他们将不易躲避。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一潜在的威胁，所以我们要赋予它隐身突防的能力，并且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它将能够实现先发制人。这样一来，它就能够在敌人没有做出准备的时候，给予敌人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说，我们不仅要注重轰20隐身轰炸机的火力问题，还要注重它的隐身性能。毕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这些介绍以及外媒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轰20隐身轰炸机的实力的确毋庸置疑。
此前有消息称，这款新型轰炸机将会于2021年与特朗普任期末将会发动一场大战吗？如果此战输了，对美国有何影响？或将印证局座预言。近一段时间，由于美国面临换帅，因此美国似乎变得收敛了一些。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现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却想在他的执政末期做一件大事。据俄罗斯 Topwar 网站报道，有消息表明，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在蓄意地升级一些地区的局势。就在大家为此感到质疑的时候，以色列方面的一条情报证实了这一则消息的真实性。据获悉，以色列政府方面已经告知他们军方，在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最后几周，他很可能会决定对伊朗发动袭击。届时，以色列内阁预计将会进入非常敏感的时期，并且有外国媒体建议，以色列国防军司令部要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事件急剧恶化做好备战准备。还有一点就是，在伊朗做出反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对以色列境内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采取军事措施。所以说，要让以色列提前做好一些准备，以防不测。经过了解，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所以想要发动这场战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对伊朗浓缩核燃料库存不断增加的信息感到非常愤怒。然而，就在这则消息在网络上流传的时候，美国已经悄然做出了一些行动。根据相关人员的回忆称，美国方面已经将他们的 B-52战略轰炸机部署至中东地区。由此可见，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很可能在他的任期末发动一场大战，并且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了备战准备。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向伊朗发动战争的话，伊朗能够抵挡得住美国强烈的攻势吗？虽然说之前伊朗被制裁得很厉害，但是他们的导弹系统却很强大，按照他们的实力，应该可以抵挡美军一段时间。如果无法抵挡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求助于俄罗斯，毕竟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已经解除了。此前，就在伊朗武器禁运还未解除的时候，伊朗就已经向外界表明了会与俄罗斯达成军事合作。有了俄罗斯撑腰后，估计美军将会吃个大亏。如果美国在这一战中惨败了，对美国的现状又会有什么影响呢？为此，我国著名的军事专家局座张召忠曾经说过，从全球第一跌落就差一战。由此可见，如果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一旦失败的话，势必会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巨大的影响。此前，很多国家都以为美军是战无不胜的，然而这次他们要是被伊朗和俄罗斯所击败的话，那么美国的神话就破灭了，并且打仗需要很多资金作为支撑。目前，美国的经济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这一仗打输的话，美国的经济又会倒退。所以说，他们全球第一的地位很可能就此不保，届时就是其他国家追击的好时候了。由此可见，局座的预言将会得到印证。美军欲在亚太地区新建一支舰队，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近年来，美军为了完成他们重返亚太的计划，不断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势力范围。此前，美军已经将第7舰队派往亚太地区。近一段时间，美军企图在该地区再次增添一支新的舰队，以此增加他们的威慑力。光从账面数据上看，美军的第7舰队实力已经超越了世界上90%的国家海军。而根据美军的想法，未来还要将一支实力与第7舰队实力相近的舰队部署在拥挤的亚太地区。为何美国人还要打造一支亚太舰队？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军部长肯尼斯·布雷斯韦特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国将会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界处组建出第1舰队。据了解，美国海军部长提出的第1舰队是曾经存在过的一支舰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时候，这支舰队主要负责西太平洋海域的战争行动。但是在1973年之后，该舰队就被美国海军的第3舰队所取代。那么，美军所计划组建的第1舰队又建至何方呢？据获悉，美军准备组建的第1舰队，其作用是为了加强美军在印度洋的掌控力。然而，有人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值得一提的是，美军方面虽传出消息，第1舰队是为了印度洋而建立，但其舰队总部却设立在离中国较近的新加坡，这就很让人费解了。要知道，将第1舰队这样部署的话，那么它就与第7舰队的范围有了些许重合，很难让人不往其他方面想。通过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印度洋连接了马六甲海峡的西北口，而马六甲海峡又是我国运输石油等资源的主要通道之一。要知道，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大约有70%左右的石油依靠进口，而石油又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所以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在海上的中心，
也是我国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我国每年都有众多商船通过印度洋将货物送往全球。一旦印度洋被美军控制的话，其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所以说，美军明面上是为了遏制印度，实质上是为了遏制中国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那么，美军准备组建的第一舰队的实力又将如何呢？目前虽然说没有确切的数据来说明他们的实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第7舰队的配置来大致的猜测第一舰队的实力。根据公开的数据来看，美军的第7舰队大概拥有50至60艘军舰，350架战斗机，舰队满员编制约为6万人，包括1艘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3到4艘巡洋舰，还有18到20艘导弹驱逐舰及护卫舰，以及5艘左右的攻击型潜艇等。那么，亚太地区周边的国家未来该如何应对？总之还是那句话，抛弃幻想，做好应对最糟糕情况的准备。